义工老师，感恩师兄师姐们。其实这个机会呢是非常的难得。本来这个分享会今天是没有轮到我的，然后呢，我怎么说呢？我想聊一下我是怎么认识长生学的，怎么跟长生学结缘的吧。因为我去了解师兄师姐们的时候，在平时我有跟他们去问，你怎么是认识长生学的？但是我自己认识的长生学，我是从一个就是从我们的孝道家园那个传统文化的群里面了解到的，而且是一个师兄发过来的。那我跟这个师兄也没有认识，只是在群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，当时我觉得真的有这么好吗？那其实这师兄就是冯正伟师兄，感恩。他发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这么好，长生学能够就凭一双手就能去帮助这么多的人。其实对于我自己的理念来说，我也是这样子。当我真正到调整站去了解的时候，真的是那个面上好像就是放有魏老师和林老师的那个照片嘛，相亲相爱的照片，然后下面就写一段长生学的简介，然后我就说哇，慈悲救人，很好。其实我在我身边很多的朋友，我自己本身是没有身体上没有任何的毛病，我从来没有去住过院，除了生了2个娃，我没有去住过医院。我自己感觉我身体是很好的。我是因为什么？那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不是得癌症，很多的是子宫癌，鼻咽癌，还有乳腺癌，各种癌。我就觉得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年轻化了？这是病。本来像老师说的，人生有生老病死，对吧？那我们为何不能跳过这个病呢？能不能跳过这个病呢？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人当然也会生病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像魏老师一样，通过长生学能够把这个病减得很轻，那我们是不是很快乐？老师说的那个长生学的宗旨，慈悲救人，所以也很感触到我的内心。我感到我身边的朋友，他们，哎呀，太痛苦了。他们去化疗啊，就已经真的很痛苦。因为我自己没有感受过化疗的这种，但是我看到他们的那种状态真的是很难过。对，然后我就去了解了长生学，然后呢，我就也持着半信半疑的状态进入了长生学。那第一天我是半信半疑的，然后呢，接着当时来报名的时候，冯老师还发了个微信给我说，当时我是加有他的微信的，因为他是学原词典。当时我也是想通过学原词典来去帮助人嘛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像海丹师姐说的太复杂了，又要记什么穴位，又要去推按，我不想走这个路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机会去学这一个。那我就是冯正伟老师也很鼓励我来参加这个长生学的这个班。那我就来了。第一天没有什么感觉，第2天的时候，我讲一个案例，也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做过，但是我从我身上的第一个案例就是那一天第2天嘛，睡觉的时候，我的喉咙就咳了，3点钟，我那个同宿舍的师姐就知道突然咳，突然爆出来很咳，很难受。那师姐就把她惊醒了，她就说：“你喝点水吧。”我说：“可能是像老师说的那样子，是有好转反应。”因为我的嗓子我是用20年，说句实在话，我是一个老师，我用嗓子用了20年，所以说突然是不是爆发了？然后呢，我就用了老师教的方法嘛，按了这个。真的很有效，没到几分钟，一股清凉就进到这里来，然后慢慢就有一些痰上来了。有些痰上来之后，我也没有咳掉，也用不着咳掉，它就慢慢的也消掉了。我就觉得很神奇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值得纪念的，我的第一个案例，我自己的案例。我还想说什么？魏老师
真的，我对魏老师，因为我对他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我跟他，我感觉是心。